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买下来已经有3年了，然后终于又攒到一点钱，可以开始想一想改造的事情了。前屋主呢，他因为需要把车停进车库，所以改动了围栏。去年我找人把围栏挪回了原有的边界，这样后院一下子大了很多。今年呢，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对车库下手了。提到改造装修，我头就很大，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从何下手。我想稍微记录一下这个整个改造的过程。今天就先总结一下我这段时间搞清楚的3个问题，希望大家帮我参谋参谋，看我有没有说错的地方，给我提建议。首先我是先搞清楚了改造的流程。那提到改造，我第一反应是去找了装修队，然后才发现找错人了。装修队告诉我，其实应该是这样的流程：首先你要先找建筑师给你画设计图，第2步呢要找 Council 进行审批，第3步要找结构工程师再出一个图。完成以上3步，然后才是去找装修队给你报价。第5步是找 Building Control， 也就是质量把控。当然有的公司它是全包括的，从设计图到这个装修施工，但是很多时候你是需要一步一步来找人的。当然一般像是建筑师啊、结构工程师、装修队，他们之间都有联系，互相合作什么的，所以只要你找到一个人，就可以让他推荐其他几个这个相关的人员。我现在还在第1步物色这个建筑师画图的阶段，欢迎大家给我推荐哈。接着我搞清楚的问题就是他们这各个阶段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心里有一个数。首先建筑师出这个设计图，他因为需要跟你沟通，然后做修改什么的，所以大概时间是1到3个月。Council 审批方面，一个是各个 Council 的它的繁忙程度不一样，每个申请它的难易程度不一样，所以时间也是不太确定的。我看到的说法一般是说也是要1到3个月。结构工程师好像出图会快一点，说是1到3周就可以搞定，但是这个结构工程师好像是一定要到现场来看的，所以可能就是你必须找家附近的结构工程师，如果太远的话，这个交通成本就太高了。装修队施工那是没有办法预估的，而且好的装修队你往往要等他们的档期。Building Control 呢，应该是在改造装修过程当中按阶段来进行审批的。然后听说找私人公司的话会快一点，不过我觉得 Council 的 Building Control 慢一点，那是不是会更靠谱一点呢？所以这么总结下来一看，随便一个改造项目应该至少都要半年起了。接下来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Planning Permission 这件事情，在英国做这些装修改造，很有可能你虽然动的是自己家的房子，你还是需要跟政府进行报备的。那有一些改造项目它需要申请这个叫 Planning Permission 许可证，那也有一些项目它其实是 Permitted Right Development， 是不需要申请许可证的。但是这些项目在做完之后，最好跟政府也申请一个证书来证明它的合法性，这样你在卖房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如果你已经找到建筑师开始画图了，建筑师一般都是知道这些规则的，你就可以问他。那在英国查这个项目需不需要许可，其实挺方便的，它网站上面都有列出来。你要搜索的关键词呢是 Do I need planning permission， 然后再加上你们那个地区名字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英格兰地区可能应该都是差不太多的，只不过有的 Council 它执行起来比较严。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 Council 给出的界面，可以看到常见的家庭改建项目都在这里了。以我要改的车库做例子带大家看一下哈。那这里说的是，如果车库改造只是里面装修，不涉及扩建，那一般不需要许可。如果要把车库改成独立的房子，那可能就要申请许可证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家车库可能不是这里所指的车库，因为英国还有一种车库就是它在房子边上的，我们家这种等于是在后院一个独立的房子。所以我又看了一下这种房子 Outbuilding 它这个页面，这里说如果满足以下条件的话，这个 Outbuilding 的改建就不需要申请 permission。第一条乍看挺难懂的，我觉得它意思是说这个 Outbuilding 不能在前院，不能让路人看见，这应该是市容方面的考虑吧。第2条是说这个 Outbuilding 只能是单层的，高度方面屋檐最高2.5米，尖屋顶的部分呢最高可以到4米，其他类型的屋顶只能有3米。第3条我不是很确定这个短语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自己土地的边界，所以这一条应该是说如果离这个土地边界2米以内，那么最高只能建2.5米。所以以我们家的院子来说，是不是只要周围留一圈2米的这个范围就能建4米高的车库呢？不过好像也蛮浪费周围空间的就是了。第4条是不能建走廊、阳台还有抬高的平台，那平台要建的话最多只能建30厘米高。第5条是主屋周围的土地不能有超过1半的面积来建这个建筑，就是说你不能把你们家院子全盖上这个房子，还是要保留院子面积的，这个规定是不能超过1半。
我们家院子肯定不担心这个。但是比如你看我们家对面那个邻居的院子，那就很小了，基本上就见不了什么东西了。第6条和第7条是针对自然保护区域的房子，一般人家都用不上。然后第8条是针对历史保护建筑的，所以我一般就说历史保护建筑还有什么自然保护区那些房子都不要买，就是最后面的条条框框会非常多。下面这边还有一个连接是更细致的规定，所以我们家车库也挺明确的了。如果不想申请 planning permission 呢，那就建个2.5米高就行了。因为如果申请 planning permission， 一个是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也是有被拒的风险的嘛。但是等一下，我们家现在这个车库好像离边界也没有2米，但是它不止2.5米高，因为我们家这个车库算是历史遗留问题吧，就是它是几十年前建的，应该至少有个30年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出这么多条条框框的规则，所以我在想，如果跟政府申请把这个现有的建筑给拆了，然后扩大一点，建外貌相似的建筑，可不可以呢？因为我就是想离边界很近，但是又想建那个4米高的那个尖屋顶嘛，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样有没有可行性呢？那说是搞清楚了3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点没有完全弄清楚，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呢？欢迎在底下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见。